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吉武麻子女士所著的《去除生活中的无用知识，提升人生质量的时间排毒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的3个部分：第一，通过时间排毒，将时间花在真正想做的事上；第二，最快速清除那些不想做的事，实现时间与心理的最佳排毒；第三，放弃那些侵蚀您时间的事物，您的时间会迅速增加，每一天都会变得更加充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通过时间排毒，将时间花在真正想做的事上。您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自己每天时间不够用，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？每天要做的事情太多，真正想做的事情总是被一拖再拖，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，忙到连思考的余裕都没有，甚至连去做想做之事的动力也渐渐消失。您是否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，默默地选择了放弃？工作很重要，家人也很重要，学习也喜欢，但当你什么都想要兼顾，最终心和身体都会疲惫不堪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耗尽身心，走到极限。本书作者吉武女士是专门研究时间运用，并指导过无数人的时间协调师。对于有想做的事却总是没时间的常见烦恼，本书提出了一种叫时间协调的方法。这并不是单纯的节约时间或效率化，而是以内心舒适为基准，重新设计时间安排，从而提高人生质量的全新方式。这里所说的内心舒适，并不是偷懒放松，而是忠于自己的价值观，把时间用在真正想做的事情上。人生只有一次，绝对需要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主动挤出时间。很多人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实际上是因为把大量时间浪费在了不必要的事情上。但越是有责任感的人，越难放下这些无谓的负担，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请求，害怕偷懒会被责备，这些想法反而一点点蚕食了自己的时间。然而什么都自己扛着，是不可能长久坚持的。放下无谓的任务和义务感，专注于想做的事，才能让内心和生活重新松动起来。不再是该做什么，而是想做什么，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本书介绍的不是效率化技巧，而是温柔对待自己的时间使用法，不再被时间追赶，而是亲手设计属于自己的时间。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开始这样的生活方式吧。那么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，为什么现代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？时间不够用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2类：一，想做的事太多，导致时间不够；二，必须做的事太多，被时间追着跑。前者是因为自己想做，所以只要设定优先级，学会取舍就能解决；但后者却是被他人或环境支配，被迫忙碌，即使再怎么用时间管理技巧，也无法根本解决。而且之所以觉得必须做，背后往往藏着别人拜托了社会义务、不想被讨厌等心理。我们首先要学会辨别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必要。另外，如果您总觉得明明有想做的事，却一直没去做，那么有必要好好梳理一下，那些所谓想做的事究竟是真心渴望，还是好像做了比较好的自我要求？如果自己没有搞清楚优先顺序，时间就会不断被浪费掉。很多人一边喊着没时间，一边却在无意识中刷手机、发呆虚耗。其实并不是时间不够，而是时间的用法出了问题。接下来，我希望您先来试着找出自己生活中那些隐藏的无用知识，然后慢慢培养自己主动掌控时间的能力。第一步，就是记录您每天的时间使用情况。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时间，但实际上只是自己安排混乱。您可以拿张纸或者笔记本，记录下您一天的时间分配，像是睡觉、吃饭、工作、家务、通勤等，然后把这些事项分类成必须做的事和想做的事，用不同颜色标记。做完这一步，您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的时间使用结构。您可能会发现，有些时间根本分不清该算在哪类，这说明，再怎么看似高效的人，也一定存在一些浪费的时间。
减少这些空耗时间，您就能腾出空间来做想做的事。而且不只是记录一天，记录一周的时间分配也非常推荐，因为很多人平日和周末的时间运用差别很大，一旦用一周单位回顾，往往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时间偏差和浪费。真正重要的，并不是任由时间流逝，而是如何去使用时间。如果能舍弃那些不必要、自己并不真正想做的事情，把时间用在真正想做的事上，就能过上更加充实的每一天。在重新审视时间使用方式时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要和大家分享，那就是找到让自己感到舒适的时间使用方式，这才是设计理想人生的第一步。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，希望大家重视的是舒适的时间，而不仅仅是快乐或让人兴奋的时间。当然，把时间用在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上是人之常情，即便再忙，如果是自己喜欢的安排，也总会忍不住想去做。但把快乐的行程塞满和真正过得舒适其实是两回事。比如，有些人天生喜欢和人相处，但如果每天行程排满，久而久之不仅会感到疲惫，甚至连原本期待的活动也会变得像是在履行义务一般。原本该是开心的时间，回过神来却变成了不得不去完成的任务。为了持续实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，不是单纯把快乐的事情排得满满的就行了，而是需要在心与身体的平衡之间，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、休息的时间，同样是整理自我、调节状态不可或缺的必要事项。那么，具体该怎么找出自己舒适的时间呢？首先，请好好回顾一下，自己在什么样的时间里最能感受到满足。有的人喜欢让人心跳加速、充满兴奋感的时刻，有的人则更重视安稳平静的时间，有的人觉得挑战新鲜事物的过程充实而有意义，有的人则通过给自己留足独处时间来保持内在的平衡。每个人都不同，请务必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时光。此外，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能量，不仅是输出，也要有意识地安排好输入的时间。那么，要如何减少压力，确保更多充实的时间呢？首先，试着列出那些让自己感到压力的时间，比如勉强接下的工作、人情关系的牵绊、漫无目的却持续下去的坏习惯。你会发现，生活中其实藏着很多没必要耗费的时间。如果能减少这些带来压力的时间，舒适的时间自然也会慢慢增加。只不过，想要一下子全部砍掉，现实中恐怕并不容易。所以，重要的是逐步调整，慢慢改善。而且实际上不亲自去尝试，是很难真正发现什么是舒适时间的。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平衡点，势必需要不断的试错摸索。例如，有一个人尝试过5天学习、5天工作、5天玩乐的循环，看是否适合自己。即使一开始无法完全按照计划执行，也可以通过一点点调整，逐渐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的时间平衡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那就是让自己感到舒服的时间安排，并不是一旦决定好就固定不变的，而是需要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不断进化的。过去觉得舒服的事，现在可能未必如此。反过来，过去觉得不喜欢的事，现在可能反而觉得自在了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希望您能不断调整、升级自己的时间使用方式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最快速清除那些不想做的事，实现时间与心理的最佳排毒。这不仅能减少时间浪费，也能有效减轻心理压力。许多人每天都被不得不做的事追着跑，感觉没办法好好安排属于自己的时间。但其实，那些必须做的事真的有必要吗？首先，请试着把自己每天在做的事情分成想做的和不想做的2类来整理。要减少不想做的事，第一步就是认真审视一下这件事真的非做不可吗？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，其实消耗的精力远超你的想象，所以能放下的就一点点减少。而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并不讨厌，但也不特别想做的事。人们对明确讨厌的事情通常能果断拒绝，
但对那些不算讨厌的事却常常下意识接受。日积月累，这种无意识的接受会让您变得莫名其妙忙碌。回过神来，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比如，如果是为了信息收集，就要寻找更高效的方法，缩短被不知不觉占据的时间。另外，对于那些虽然不想做，但不得不做的事，也可以换个心态去面对。关键是要明确为什么要做。比如，我不喜欢做家务，但为了让家里舒适，所以做。当目的变得清晰，从被动转为主动，心态和效率都会截然不同。如果您觉得自己总是被时间追着跑，带着明确的目标，主动选择，这样就能重新夺回对时间的主控权。然后要介绍的第二个清除不想做的事，实现时间排毒的方法，就是不做家务。大家知道吗？如果善用家电，日常的时间安排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。现代社会，洗衣、打扫、做饭、洗碗这些家务，其实大多数都可以交给机器来做。尽管如此，依然有不少人因为家电太贵，习惯了自己做，亲自做才是理所当然，这些莫名其妙的理由，坚持自己做家务。但如果能有效削减家务时间，就能把更多时间用在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。比如说，像做饭这样的家务，借助一些便利的家电，就能大幅缩短时间，很多琐碎的时间都可以节省下来。所以，像这种便利家电，应该充分利用起来。虽然每一项节省下来的时间看起来很少，但如果能把这些小节省不断积累起来，最终就能带来压倒性的时间优势。不过，也不是说所有家务都非得交给家电来完成才是最好的。有些家务本身其实可以作为放松或转换心情的时间来享受。比如，有些人喜欢做饭，对他们来说，切菜、掌握火候这些过程反而是减压的方式。如果一味依赖厨电，反而会让这种乐趣消失，甚至可能成为压力来源。不过，适当的借助一些节省时间的家电，也能在保留做饭乐趣的同时，减轻负担。如果您总觉得时间不够，要做的事太多，建议您先找出在家务中让自己感到负担的部分，然后考虑是否可以借助家电来解决。接下来第三个清除不想做的事，实现时间排毒的方法，就是干脆放弃那些自己不擅长又耗时间的事，把事情交给擅长的人来做。这不仅适用于工作，日常生活里同样有效。如果什么事都想着自己来做，结果就是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，真正想做的事情反而腾不出手来。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领域，对于那些自己不擅长、耗时间的事，交给专业人士或擅长的人去做，您的时间就会一下子多出来很多。要打破所有事都必须自己做的思维定式，大胆把自己觉得麻烦、负担重的事，放心交给更擅长的人来做，这才是聪明的做法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打扫卫生这件事，如果请专业的清洁公司来做，短时间内就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相反，如果是一个不擅长打扫的人，想自己把家里每个角落都打扫一遍，通常会花费远超预期的时间。但如果定期请专业清洁来打扫，不仅可以减少日常清扫的负担，也不用每次都花费大扫除级别的时间和精力。这样一来，原本用在打扫上的时间，就可以拿来读书、培养兴趣或者放松休息了。像这样，不要对拜托别人产生罪恶感，也请您放下所有事都得自己做的思维枷锁，把时间浪费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，就是对人生的一种损耗。硬着头皮做自己不擅长的事，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，最终得到的成果也不怎么样。相反，如果交给擅长的人或专业人士来做，短时间内就能获得高质量的成果，自己也能把时间投入到更有价值的事情上。请记住，时间是比金钱更宝贵的资产，善于把不擅长的事外包出去，才是聪明的选择。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了。接下来是第三部分，放弃那些侵蚀您时间的事物，您的时间会迅速增加，每一天都会变得更加充裕。
在这一部分里，我将挑出几样绝对应该舍弃，会不断夺走您时间的事物，逐一给大家介绍。首先，我想介绍的第一个破坏您时间、必须丢弃的东西就是决断后的犹豫。所谓有决断力的人，到底是怎样的人呢？一般来说，是指在需要做决定的场合能迅速做出选择的人，尤其是在现代社会，面对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能够迅速找出最佳解决方案，果断做出决定的能力，变得尤为重要。不仅是工作上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在不停做出无数的决定，比如去哪儿、吃什么、穿哪件衣服等等。根据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，人一天内要做出最多达35000次决断。但关于决断力，最重要的并不是快速的做决定，而是做出决定之后不再犹豫。浪费时间的最大原因，就是在犹豫了半天之后什么都不做，或者即使好像做出了决定，还是反复想真的这样好吗？是不是选错了？这样的犹豫让心态无法前进，结果还是在原地踏步。所以减少决断后的犹豫，对于提升决断力以及创造时间来说，都是极为重要的。首先重要的是要下定决心去决定，并强烈意识到我要就此做出决定。如果一直把决定的事往后拖，脑子里就会一直盘旋着这个事情，白白消耗大量多余的能量。当然，决断的速度也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决定之后贯彻执行的意志。为此，决断之前尽可能多收集信息，在可行范围内做出最好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。因为大多数决定其实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答案。升学、就业、转职、结婚等等，人生中有很多需要做出重大选择的时候，但无论选择哪条路，都无法断言这就是100%正确。正因为如此，才要有把自己选的这条路变成正确的意识，减少犹豫的时间，坚定地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，最终这条路就会变成对自己来说最好的选择。另外，那些容易把决定一拖再拖的人，建议您可以设定一个期限。工作上因为有截止日，所以再怎么不想干，到了时间也得动手去做。但个人的决定没人监督，往往就会想着再多考虑一下吧，等我下定决心了再说，结果就一拖再拖。可人就是因为有期限，才会认真思考，采取行动。所以，哪怕是个人的决定，也要设定在某天之前决定好这样的期限，养成在规定时间内下定决心并付诸行动的意识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至于为什么会在决断之后仍然犹豫不决，很可能是自己对选择的结果没有完全相信。但无论选择哪条路，走下去之后，情况都会发生变化。相信自己做出的选择，减少无谓的犹豫，不浪费时间，积极向前进吧。接下来介绍第二个。第一个破坏您时间必须丢弃的东西就是高估自己。你有没有过觉得做不完该做的事，达不到目标的情况？或许原因是您对自己评价过高了。人们常常倾向于理想化自己的能力和时间利用方式，比如制定了不切实际的日程安排，认为只要有干劲，什么都能做到，或者想着减少睡眠时间就能应付过去。这些都是因为对自己期待过高的缘故，觉得连这种事都做不到，自己真没用。其实也是高估自己的表现。人类本来就是容易懒散的生物。关于时间的使用，很多人都倾向于优先考虑理想而非现实来做计划。作者本人也有类似经历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坚持练习普拉提半年，但之后半年一次都没去。他计划送完孩子后工作到午饭时间，再去锻炼，但吃完午饭后却总想着继续工作，最终没出门。他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计划就不会主动出门，但不愿承认这一点，自信过头了。很多人往往更愿意找不做的理由，而不是做的理由，用忙碌当借口，对目标的计划不够严谨，都是因为过高估计了自己。关键是要根据现实的自己而非理想的自己来决定行动。作者总结这次经历后，重新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日程，
结果又能够持续练习普拉提。追求理想不如制定能坚持的计划，最终这才是通往成功的捷径。接下来介绍第3个破坏您时间必须丢弃的东西，就是等有时间了再做的想法。大家是不是经常想着等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再做？有没有什么事情一直放着不做？虽然很想做，却迟迟没动手。比如开始新的兴趣爱好、考资格证、养成运动习惯。虽然有强烈的想法，但总觉得现在忙，等闲下来再说。推迟行动的情况很常见。然而，等有时间了再做，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实现的。因为什么时候开始是自己决定的。即使不停告诉自己以后一定做，那个以后可能永远不会来。工作、家务和各种日常事务一天天过去，时间不断流逝。等您发现时，原本想做的事只是成了没做的事。人类天生倾向于避免变化，开始新事物需要投入能量。当然，先从小事开始，比如仅仅买一本书也算是迈出了第一步。把没做的事变成做过的事，一旦开始行动，就会产生新的动力和机会。比如有人想去咖啡馆工作，结果偶然在喜欢的咖啡馆附近发现了瑜伽教室，于是顺便开始了瑜伽。行动的契机往往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，只要迈出一步，就有可能养成新的习惯。不要再说等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做，而是要具体的决定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做。既然决定了，就要创造方便自己行动的环境，努力让自己能够动起来。不是有时间了再做，而是腾出时间来做。有了这种意识，人生的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中，逐渐培养实现愿望的能力。从今天开始，不妨先试着记录一下自己的时间用在哪些地方，看看有没有那些可以舍弃的无用之事，再一点一点调整，慢慢找回属于自己真正舒适的时间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